Hello，大家好，我是古言。大家好，我是紫薇，欢迎大家收看《人微言轻》。我们这一期的主题是麦琳演技封神，答案之书揭示真实意图。家家人4临近尾声，沉寂了2期的麦皇霸气回归，再度以他魔性的笑声映红全场，让李卫松老师一句"你知道这一刻是你最能靠近你老公的一刻吗？"问到瞬间破防大哭。从大笑到大哭，融会贯通，1秒切换，一镜到底。我依稀记得上次看到类似的表演呈现，还是在《甜蜜蜜》里面，张曼玉的那一段，因为笑场而错打正着的一个封神之作。相信很多科班表演的新生都会由衷的羡慕这种天赋异禀。麦皇再次用实力回击了杨紫和刘吉手上一轮的车轮战，手拿把掐的教他们如何上热搜。接下来行程，节目组给到3对夫妻最后抉择的一个冷静期，男生跟女生会分开几天。临行前这个特别有意思葛西就叮嘱刘吉手好好说话，而麦琳就告诉李行亮好好学习。黄圣依说了一路平安，不是，加油喽，加油，媳妇加油，好好说话，好好学习，再见，再见，爱人，一路平安。在最后36问前夜女生们在院子里聊到参加节目这18天的心路历程。麦琳说她以前一直觉得自己很独立，因为她其实在生活中解决了很多问题，但是看到黄圣依和葛西以后才发现自己无论从经济上、生活上，还是在伴侣的依赖程度上都谈不上真正的独立，甚至她是一个个人情绪都需要李行亮帮助她去化解的一个情况。但一直觉得自己很独立，因为我其实会去解决很多问题嘛。但是我看到你们2个之后，我就发现其实我好像没有你独立，就无论是经济上然后还是生活上或者对伴侣的这种依赖的这种。就是我其实很多情绪是需要亮子帮我化解嘛，但我发现你们2个不用，就你们2个有情绪的时候，就是可以通过自身的去消化，然后我好像就会一直等着亮子来帮我消化。但是黄圣依觉得自行消化情绪也算不上什么优点，他觉得解决彼此情绪问题是2个人在一起的意义所在，也是彼此的一个应尽的责任。对。但我觉得这也不是一个优点，我说自己消化这件事情，那有的时候也需要对方这就是亲密关系的意义。否则的话，为什么要结婚呢？其实我觉得对方应该是也承担了一部分，不能说100%，就是这个当中有个度嘛。我觉得对方在有这些时候是要承担这样的责任的。这里葛西就说到，他为了得到首歌的认可就经常压抑自己的真实情绪，所以现在一开始他决定不再压抑自己的情绪，他要从首歌这个彼得帆小岛飞出去向前看。期待被他认可，我就会去伪装自己，我觉得真实的自己是不会被斗哥接受的。后面我就会发现，第一个我是压抑自己的，第二个压抑越来越多的时候，我就开始内耗。所以当我不准备压抑我自己了，现在我是已经飞出他的那个小岛，那彼得潘的小岛飞出来，我已经往前走了。所以你觉得婚姻里面夫妻该如何处理彼此的情绪问题呢？我觉得搞不好这个李行亮现在的这个行为方式就是最符合麦琳的，因为我们观众也好，还是这个其他的几个嘉宾也好，没有跟麦琳生活过就是只有这10几天的时间，连这个李行亮了解麦琳的可能50%都没有。所以说李行亮说自己自洽了，然后说他哭一次我就哄一次，哭一次我就哄一次，其实这种东西可能恰好就是能制住麦琳。为什么呢？大家看麦琳闹得最厉害的这2次，第一个是张泉灵来的时候，对不对？第二个是李松蔚来的时候，他们2个是心理方面的这个专家，然后在极限的时间里边用极限的方式问麦琳一些极限的问题，这个样的麦琳就是感到大脑 CPU 宕机了，然后就说不下去了之后理解不了他们说的这些问题，包括说你现在是离李行亮最近的时候他搞不好他认为他是坐的离李行亮比较近，他理解不了这个东西，知道吧？然后所以说他大脑就宕机了，宕机了之后就开始大哭大笑，掩饰自己的这个尴尬，对吧？然后李行亮呢，其实2次表现也差不多，就是他这个日常就是这个样，对吧？比较解放天性。其实李行亮不是不知道麦琳在这个生气，对不对？他故意这么说的这个点是什么呢？就是说你们不要再去围剿麦琳了，不要再说了，你再说下去，反正今天又在大闹，到时候又去哄的又是我，对不对？又是我。所以说这个李行亮他才是最了解麦琳的。其实还有一点就是说我觉得杨紫也能跟他沟通，对，因为杨紫的这个认知水平好像这个沟通方式跟麦琳也差不多。杨紫怎么说的？就是说你别再闹了，你再这样闹下去之后，那万一亮亮觉醒了怎么办？吓唬他，知道吗？他走了，他不要你了，对吧？这麦琳就只能听得懂这些东西。然后杨紫跟他说这是千里挑一的好人对不对？所以这麦琳他就只能听得懂这个东西，你再
跟他高深一点儿，像留几手去怼他那几句，他其实已经有点听不明白了。这说明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就是夫妻双方是不是一定要灵魂共振呢？其实我觉得也未必，只要你两个人觉着自洽了，能生活下去也挺好。比方说，我们知道原来很多知青下乡，对吧？他娶了一些农村的媳妇儿，或者嫁给一个农村的汉子，然后呢，过了多少年之后，他又可以回城了，有很多人就是踹掉了自己的另一半，对不对？那个就呢，在我们中国社会这陈世美，对吧？你抛弃糟糠之妻啊，对吧？然后有一些人呢，他恰恰相反，他就把自己的这个另一半又带回城里了，想办法吧，反正当时确实很难，搞一个城里的户口非常难，但是也是想办法，多少年之后你就把他带过来了。他们两个有灵魂共振吗？他一个大学生，对吧？其他的另一个可能连小学都没毕业，灵魂共振不了。但是呢，有时候生活就是这样，你能照顾他，或者说能自己有份工作，或者两个人就是嘻嘻哈哈闹一下，也能过下去。我们这个也不能说他们就叫凑合着过。有的时候像李行亮，他的要求是什么？他现在没有父母了，对吧？没有家庭了，他的诉求唯一的诉求就是我不能离婚。离婚你就要分财产，离婚你就要分孩子，离婚你就要分掉你现在的房子。在李行亮的这个脑子里边，这个东西就叫家破人亡，他接受不了这个东西，所以说他当时选择跟麦琳在一起，他就认准了麦琳这个性格我能接受，对吧？他有点小作，我可以哄，他 hold 得住。对，他 hold 得住。然后呢，你要是大作起来，那我就是说吓唬吓唬他，拿这个4/4财产之类的吓唬吓唬他，哎，他又好了。就说你像那种打地鼠一样，他钻出一个问题来，你打下去；钻出一个问题来，你打下去就行了。其实一辈子可能也就这么过。他比较倾向于想手动解决这个问题，而不是像他们说的输入一个什么样好的指令去解决麦琳，然后就让他们从此没有问题。他可能觉得这个不太现实，是吗？其他几个嘉宾啊，老是想从麦琳的灵魂深处找这个原因，有时候不需要，没有那么多什么灵魂深处去共振同频的这种需求。所以杨子说的是对的，你们俩就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对有就不要想着从根儿上去解决问题了。有的时候，其实，在生活里边啊，当然很多人可能会反对这个啊，你夫妻双方你互相不了解，你互相同频不了，然后你怎么生活下去？然后你这段婚姻还有什么意思呢？对不对？但是有的人呢，他诉求是不一样，像李行亮，他诉求就是不一样，跟我们这些人诉求都不太一样。就每个人对幸福的定义是不一样的，确实是。对，他要的就是能 hold 住麦琳，麦琳就不要离开他，然后这么就算幸幸福福的生活一辈子。我们看到生活中确实就是很多人这个样，有很多思想很深的思想家也好，哲学家也好，文学家也好，他最后的结局未必会好。但是有很多人呢，他不追求这些东西，对吧？你像麦琳一样，我就在家去刷刷那种什么霸总短视频，然后听听这网络神曲。长命百岁。对，我也理解不了。他也说了，我不喜欢这个亮子的音乐，对吧？亮子稍微搞点这个有自己风格，什么 City Pop 之类的，他就听不懂了，他完全听不懂。他说你这，对不对？你听听这个啊，动次动次，咱这个摇头摇起来多得劲，对不对？多好。那亮子说那也行吧，你愿意听你就听呗，对不对？哎，在这一点上，我觉得李行亮好像蛮能自洽的。就是问到他不喜欢音乐的时候，李行亮就说啊，这个很正常，对，我能自洽。对，他很多方面都可以，不光是音乐方面，都包括思想方面啥的。其实你最后发现都可以。就包括最后李行亮说的一个关于他为什么会落泪的问题，他都没有想勇气，我觉得他是没有勇气向麦琳再去提起一个这个要求的。麦琳自己都说了，我处理不了他的问题了。然后李行亮好像也认可了这一个事实，他觉得不用，我的问题我自己能消化，就是我有能力消化自己的情绪，并且帮你消化你的情绪，但是你呢，你就消化你自己的情绪就好了。我觉得李行亮对他的这个要求还蛮简单的，是很简单，要求高了他听不懂，对吧？你别人这么多专家来了，对吧？包括有时候黄圣依啥的也说他能听懂吗？这么多10几天了，他有改变吗？没有啊，他刚开始来的时候是什么样？你现在再看昨天晚上那一场又哭又闹的，这不还是那个样吗？他有什么改变？对不对？他就是不懂啊，你得接受，有些人他就是听不懂你说话，就是听不懂你身处的这些东西。但是这些人他坏吗？他不坏，他本质并不是坏，他只是性格上有点问题。
然后认知上有点低。但是对于这些东西，对于李行亮来说，不足以我们就要离婚的这种程度。我觉得某种程度上他有一点自私吧，他只在乎自己的感受，对但他其实不太在乎李行亮的感受。他有点像有一些程度的父母，就是说我只在乎你的身体是否舒服、舒适，吃饱了、穿暖了，是不生病。但是我不太在乎你此刻的心情和情绪是怎么样，但我会在乎我自己的情绪。所以说，李行亮说他非常像自己的妈妈。就是你不会要求自己的妈妈跟自己灵魂共振，不需要。你要是灵魂共振，那麻烦了，对吧？他天天要求你这个，要求你那个，你只需要他照顾你，给你做好吃的、穿的、喝的，然后照顾好整个家，对不对？然后就是，咱俩可能沟通啊、交流啊，就稍微在表面上说一下。有很多人就是对母亲，他就是这种要求。但有些人也说，你对这个自己的伴侣，你不能这么要求，对不对？你得干嘛？但是李行亮。大家要理解一下，李行亮没有妈妈，现在，对吧？他没有父母，所以说他这个诉求呢，可能比普通人就要更简单一点，对吧？所以说我们就没有办法去理解他。当然，就肯定是李行亮最了解麦琳啊，我们可能不太了解他。从表面上看，他俩就是有问题的，但是对于李行亮来说，可能就是还好这个。其实看到麦琳关于自己没有李行亮就无法解决这个自己情绪问题的这一点，我就觉得有一点匪夷所思。对，就是甚至觉得他是不是在凡尔赛啊？就是他老是说一些看似自卑自贬的一些问题，然后又实则感觉他在炫耀，有种矛盾。就感觉一个快40岁的人了哈，结婚10几年了，他等着李行亮来解决自己的情绪问题，这听起来就让人有点羡慕。就你说他这个还说自己原生家庭里面是被忽视的一个情况，我觉得这个真的有点不能理解。就比如说我吧，我从小就感觉我的父母对我的是属于那种关注过多的情绪。就是比如说我妈妈对我细致到那个发型，那个发梢是不是修得太碎了呀？刘海的长短是不是你该剪了呀？包括你穿衣的款式呀、颜色搭配呀，包括你吃饭的时候吃几口饭、喝几口汤、吃几块肉，她都要管，就是细到这种程度。但即便这样，我还是需要自己从小要学会消化一些负面情绪，我不可能指望他时时刻刻去跟我共情，而且我觉得很难。所以我觉得对于母亲，我都不会要求他去时刻关注我的情绪，去帮我化解我的情绪问题。我觉得对于伴侣，就更不会有这种，就是也不会有这种诉求吧。就我有时候可能会有一种什么，就说你看不出我情绪的时候，或者是睁眼瞎的时候，假装看不出来，我可能会直接的表达，就不让你有装看不懂的机会啊，我会直接说我生气了。我非常愤怒，我会很直白的表达出来。其实，在表达的过程中吧，我自己慢慢其实就可以了。我不需要你接下来还要做什么，不会像麦琳有一种什么呢？首先我需要你察觉我的这个情绪问题，接下来我还需要你察觉过后，后续一系的东西都要做在我的心趴上。我觉得这个期待其实是有点高。我觉得李行亮，比如说他那个要求他在这个唱这个我要你的时候全程对视这个点，李行亮居然还会晚上去跟他检讨自己没有跟他共振这一点，我是不太认同的。怎么说呢？我有时候会觉得李行亮对他有一种向下兼容的姿态，就是你可以说李行亮就是比较卑微，但同时我又觉得又有一种另外一次层次的一种傲慢，就是那种我都不指望你能看懂我，这种向下兼容你。包容你的那种状态，我觉得这是与其说是麦琳在驯化李行亮，不如说李行亮是主动放弃了自己的这个权利，交在他手上，以换取麦琳继续依赖自己，走不开啊，离不开自己，从而达到他家庭完整的这样一个期许。在接下来的节目组呢，就安排了一个游戏，请每位嘉宾先说出自己想问的问题，然后翻开答案之书，看到答案以后呢，要说出自己的理解。在这里呢，李行亮问的问题是我能不能开演唱会？答案之书说是扔掉这些东西。我猜他应该没有想到这个答案真的太灵了，不要想演唱会了，你会被网友抵制的。这个真的已经很明显了哈，这个答案。我能不能开演唱会？扔掉这些东西，扔掉这些想法。生气了，哎，你挺准的，你看这东西，而且都对上了，你上天安排去了。而麦琳问的是我的这段婚姻当中有没有成为更好的自己？答案之书给出的答案也是非常妙，禁言。他的理解是少说多看多感觉。我觉得禁言吧，就是彻底的闭嘴。
不要再想这个。对，不要再想了，不要再说话了。我的这段婚姻当中有没有让我成为更好的自己？禁言，可能是让我少说多看多感觉。这里呢，刘爽啊，刘吉手问的是节目播出后，我的老婆会不会被网暴？哎，这个问题问的有点奇怪，好像他有点希望葛西被网暴的感觉。答案之书说或许会有好转。节目播出后，我老婆能被网暴吗？你是希望她被网暴是吗？不希望，由谁来翻？你自己翻。也许会有好转。葛西问的是不是因为首歌大家才更关注到我？是不是没了首歌我就什么都不是？而答案之书写的是必不可少。我觉得这里葛西有一点逃避问题，他选择把这个必不挡住，留下可少这个词。说真的，从问题本身来看，就是他是不是因为留几手，所以大家关注到葛西这一点，我觉得就是必不可少。至于以后留几手对葛西的人生而言是不是必不可少，其实不一定。但是对于葛西出名这件事情，我觉得留几手的存在就是必不可少。这个答案之书这么灵吗？我也想去试一下，下次我们准备一个试一下。我想问，是不是因为首歌大家才会更关注我？是不是没了首歌我就什么都不是？必不可少，把必不可以擦掉了，就是可少。接下来杨子呢就选择不要问，或许我觉得他在心里问了，他不想说出来，他是直接翻开答案之书，答案之书显示的是重生。这个就有点精妙，不知道他问的是什么问题。这样吧，我今天既然是一个答案之书，我不想问问题，因为我没有勇气问任何问题，我只想翻译页式答案。可以。重生。黄圣依问的是什么？明天会不会让我更快乐？答案之书说的是迷人的危险，这个让我觉得跟他出道时候的那种境遇特别相似，就看上去很容易的路，你到后面发现该踩的坑一个没少，越走越难。对，明天会不会让我更快乐？迷人的危险。麦琳呢，这里就开始玩梗了啊，接下来就一而再再而三的玩梗。他说他接下来问的是我们三个，其实我觉得他就想问自己，他不好意思直接问出来，好像显得自己好像很在意一样，但我觉得他就是想自己问啊。这里我们就直接默认麦琳自己问，我会不会得到心里想要的那种爱啊，心之所想的爱？答案就是说控制你自己的情绪吧。我的天哪，我都怀疑这个答案之书，如果它不是一本成品的书的话，我会觉得是个 AI 的答案。真的太妙了，他就是情绪问题，然后他就不信啊，他不信邪，他又问我能不能得到心之所想的爱，答案就是说你坚持了不该坚持的，然后以后第4次问我会不会得到心之所想的爱，答案就是说到此为止。输了烦了，你别问了，别逼我说真实答案。那我问的问题就是，我们在座的3位都会不会得到我们心目中想要的爱？控制自己的情绪吧，各位。坚持了不该坚持的，到此为止。我觉得麦琳心之所想的爱有没有可能是一种他想要的那种100%契合的一种形象？比如说我的情绪要时刻被对方所感知到，并且能够按照他心里想要的方式去化解，就任何时候无论对错，不管场合，不问缘由的维护自己，满足自己所有的需求。我就感觉这种连父母都没有办法去做到的事情，他希望爱情可以带来，总觉得他在验收自己对李行亮规训的成果。我觉得这个答案之书吧，要不买一本试试？我真的很想试，太灵了。但是我总是感觉呢，其实它好像是这个，就是每个问题都是模棱两可。其实你换着你想想，如果说李行亮说我自己就是能不能看演唱会，说如果翻开之后是到此为止，其实也行。那如果是也许会更好呢？对呀，这就不灵了呀。他现在没有更好呀。那不一定，这只是1-2个月的时间嘛。那这个演唱会你准备要准备好几年呢，对吧？至少1年以上的时间。所以说，好像这个你问什么问题的答案都能解读。不，我信这种神秘的力量。这个神秘的力量，我想想啊，如果说演唱会的事儿，如果是翻开是重生，就无法解释呀。能不能解答？不能解答。你看刘继手当时就说了，他说如果是重生就解答不了他这个问题啊。所以我觉得这个答案真的很妙。但是你要虔诚的问。但是你要说坚持了不该坚持的什么之类的，那是可以的。对，
是可以回答的其。实无非它有两种答案，一种是否定的，一种是肯定的，对或者是模棱两可的。模棱两可的。对它有否定的，这有那个跟那个星座那个是比较像，就是但是我觉得啊，就之前也有节目说到过，星座也好，包括手相也好，面相也好，其实你与其说它是封建迷信，你不如说它是一种统计学。嗯，就是他把你就是同样类似的这种情况统计到一起去，就会发现，哎，这个星座的人普遍会有这种想法，那个星座的人普遍会有那种想法，说不定就是零的。他的那种答案，其实你说的可能是那种相当于是说我有一个说法能回答你所有的问题，但是我相信有一些市面上有一些神棍是这个样子的，但是我觉得真正的那个有灵验的一些东西，应该是统计学的一个成果有可能。你可以用科学来解释这件事情。有可能，有可能。但是我觉得这一趴里边儿，这个其实有一个重点啊，大家可能有点忽略，就是其他5个人，包括你这个杨紫没问，我们不知道他问的什么问题啊。其他4个人吧，问的都是关于婚姻的问题。只有李行亮是问了一个跟自己婚姻完全没有关系的一个问题，就是说那个自己开演唱会的一个问题，对吧？然后这一点呢，其实也可以看到，首先可以看到这个2个人的感情还算比较稳定，比较笃定，比较笃定。对他没有说是对麦琳有什么别的想法，说是是你明天要不要走啊？他很笃定，对麦琳压根儿就不敢离开他，就是这个意思。对然后他的婚姻很笃定。第2点呢，就是说他对笃定了这个之后呢，他就对自己的事业有点儿小期待，对吧？所以说他们2个来这个节目的原因还是为事业，对，主要为了翻红，对吧？而现在这个结果呢，可能有点儿不随心愿。红是挺红的，黑红的。是，我是觉得没多大必要，他们2个弄成现在这样，尤其是麦琳这一块儿呢，麦琳搞了这么大的流量，就是大家就是很多人去骂，就是包括我们后来那个评论区里边儿有很多。如果说我说我这个地方我有点儿能同情到这个麦琳啊，就很多人在评论区上骂，你怎么能同情麦琳啊？怎么？其实麦琳她并不是什么大奸大恶之人，对吧？她就性格有点问题，然后不至于说全国人、全世界的华人都骂她，把她当成一个什么灭门惨案的罪犯一样，那大概率是那个待遇。其实我觉得，除了整场里面除了麦琳以外，其他的几个5位嘉宾，多少都有点演的意思在里面，就很难去评这个事情。其实咱们评也只能评他们演出来以后的这个结论，对，就我们去猜这个看背后的东西，对吧？对。就包括刘吉手和葛西，评论区的观众就会说我们是护手霜什么之类的。我其实不喜欢这个人，但是呢，我不会因为不喜欢这个人就是觉得这个人就混蛋到十恶不赦的程度。我是觉得，就比如说他跟葛西到目前为止，他是真的没有抱怨过葛西一句不好，真正的抱怨啊，我说的是真正的抱怨。咱们可以看到，真正想要离婚的那些娱乐圈的夫妻撕成什么样，咱们是见过的。包括什么当初黄奕跟她的老公那时候，我的天呐，她那个老公什么叫混蛋？哎，什么叫不要脸？那其实就有的人就淋漓尽致的闪现，一个男人真的不要脸，真的很坏很混蛋的时候，他对自己老婆的那种控诉是真的是很过分的。但是你看看刘吉手全程的自黑，说我把那个丈母娘的这个钱亏掉了啊，对我就怎么做的不好，他这个就很刻意，就让我觉得，所以我觉得这个背后他们俩的这个，包括他俩离婚这个意图啊，我甚至都现在越来越看不懂。你不觉得他俩太典型了吗？对，就是表现的太典型了。我跟大家说，这个他俩太典型了。如果说这么典型的话，我就怀疑有点这个真实性了。你比如说，刘吉手他是典型的中年男人遇到的问题，事业下降是吧？身体下降，身体不行。然后加上那个经济情况有下降，然后老婆抱怨自己，这是不是典型的中年危机？男人的中年危机？可是他其实不是，他在硬凹这个人设。葛西呢，就是典型的女人的中年危机，就是我前半生啊，我一直在付出，在家庭里边怎么着，良心都喂了狗了，然后我后半生我要崛起，我要觉醒，我要大女主，对不对？我要搞事业，就他俩太符合这个网络这个。大家对中年男人和中年女人的这个印象了，这反而我就觉得有点假。其实实际的情况是，我觉得这样，如果夫妻双方真的感情不好，他是不会来这种节目的。只要大家还能商量着去上这种再见爱人这种节目，就足以说明其实2个人关系不会差到哪去。
至少是两个人要合伙去搞点事业、搞点钱之类的，对吧？不会像什么黄奕那种就打得不可开交的那种，基本上是不太会出现那种情况的。其实，在整场这个节目里，就整个10几期节目里面，我会发现葛西其实他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让我觉得很神奇的是，连麦琳可能都会说到啊，我是不是哪个地方？他即便觉得自己很正确的情况下，他都会觉得我的情绪问题是一个问题。他会觉得我需要李行亮解决我的情绪问题，是我不独立的一个表现。但是你能听到葛西有任何说自己不好的地方吗？他所谓的自己不好，是我太惯着刘吉手了，我太心软了，我太没主见了。这种话特别像我太努力了，我太老实了，我加班太多了，这种就很一样。这个不走心。刘吉手凹的也是这种，就是我刚刚说的中年男人危机的这种人设，就是窝囊，然后加上受老婆抱怨。其实中年男人很怕这个东西，就是老是出去说，哎，老婆又得要求这要求那个，又得买包啊、买车呀、干嘛呀之类的。其实这种形象深入人心，这个所以说，我是觉得这个你要说就很假。有剧本吗？我可能觉得也没什么剧本，就是没有到具体到事上的内心的剧本，内心的但是他俩人设来的时候，嗯，就是为了这个流量来的，对吧？然后说为了这个店铺、电商这些东西来的，所以说所以我们看起来就很奇怪，他这一对儿，就是一方有无限的问题，一方有无限的委屈，就是一个完全的一个主动和被动的一个关系。而且他俩各自有不同的自己的一个粉丝群体，比如说刘吉手，他的粉丝群体就是中年男性，对，然后他的那个所有的形象，其实包括所有的中年男性，有很多人会觉得你特别维护他，其实不是，你也不喜欢他，但是你在某种程度上没有像女性像我这样那么厌恶这个角色，对，就是说中年男性普遍就是他的群体会共情，会共情到他，而且不太讨厌他，所以他也不伤自己的粉丝。而葛西的形象呢，就比较容易就让我们这些女生比较能共情，所以他也能收获他自己的女粉，他们彼此之间呢也不会损失自己本身的那个粉丝的那个群体。哎，我突然间就觉得哇，